嘿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酷的话题，就是怎么用 AI 来解决一个让所有老板都很头痛的问题——客户流失。不过，我们今天不看那些枯燥的报表，我们要换个角色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数据医生，用数据来为你的事业做一次超精准的健康检查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客人就这样，安安静静的消失了？他们也没跟你吵，也没抱怨，但就是有一天再也没回来了。这真的是很多经营者心里的痛啊！如果我们能有水晶球，可以提前知道谁是下一个要走的人，那该有多好！所以咯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超神概念 ——AI 医疗逻辑。你听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酷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把客户流失当成一种病，而且这种病是可以诊断，甚至是可以治疗的哦。那我们的数据呢，就是病人的病历，而我们的程式码就是那些最先进的诊断仪器。我们不是在看试算表，我们是在扮演数据医生的角色。好。那今天的看诊流程大概是这样：首先，我们要打造一个 AI 诊间，接着为我们的病患做检查，再来要处理一下比较棘手的罕见疾病，然后我们会请专家来会诊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开出一张能救回你营收的处方签。听起来很赞吧？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喽。好，第一站，我们要来打造我们的 AI 诊间。这就像医生要动手术前，一定要把手术房准备好，对吧？工具要消毒，环境要干净。我们做数据分析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嘛。那我们的数位医疗工具有哪些呢？你看哦，这超好玩的。Google Colab， 这就是我们的诊间，还是一个云端的、完全免费的 VIP 诊所。再来 Pandas， 这就是我们锋利的手术刀，专门用来剖析、整理那些病例，也就是我们的数据。Skitler 呢，就是那个放满各种神奇诊断仪器的工具箱。最后 Matplotlib 跟 Seaborn， 这就是我们的 X 光机啦，可以帮我们把数据背后藏的东西照得一清二楚哦。OK， 诊间准备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？当然就是病患检查啦。不过在真的开始看诊之前，有个超级重要的前置作业，就是整理病历。你知道吗？现实世界的数据通常都乱七八糟的，直接拿来分析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杂乱的数据就好像一个沾满泥巴的伤口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不清创就直接缝合，那肯定会发炎感染，对吧？数据也是一样，你如果拿脏数据去喂给 AI 模型，那训练出来的东西保证是个灾难，完全不准。所以拜托，数据清理这一步千万不能跳过。那具体要怎么清理呢？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帮电脑翻译。你看哦，我们的 AI 其实有点笨，它看不懂男、女或是北部、南部这些中文字，它只看得懂数字，像是0跟1。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个叫做读热编码的技术，把这些文字变成像开关一样。比如说，是男性吗？这个问题答案是1就代表是，0就代表不是。这样一来，电脑总算看得懂我们的病历了，很聪明吧？好，病历整理干净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一个，可以说是最棘手也最常被忽略的问题。在医学上，我们叫它罕见疾病；在数据科学里，我们叫它数据不平衡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想想看呢，假设你有10000个客户，但真正会流失的可能只有那5%，也就是500个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很懒惰的 AI 医生，他直接跟你说，报告，所有人都很健康，没有人会流失，那它的准确率是多少？哇，高达95%耶，听起来超神的，对不对？错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把那最重要的5%的病人给找出来啊。这种准确率说白了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我们有秘密武器，叫做 SMOT。这技术超酷的，它有点像是复制人技术。它会去分析那些已经生病的客户，
也就是快流失的客户，然后根据他们的特征，合成出更多很像的假病人样本。这样一来，病人的数量变多了， AI 医生就没办法再装瞎，他就必须认真去学习，到底这些病人有哪些共同的症状。 OK， 现在我们的病例又干净，数据又平衡，万事俱备了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啦，我们要请出我们的专家团队来会诊。现实生活中，你看病也不会只听一个医生的意见，对吧？万一他误判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用的模型叫做随机森林。你可以想象成，我们不是找一位医生，而是找来一大群医生，可能几百个哦，让每个医生都独立看诊，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最后呢，大家一起投票，票多的说了算。你看，这样是不是大大降低了误诊的风险？这就是集体智慧的力量啦。好，经过专家会诊，诊断报告出炉咯。但光有报告没有用啊，重点是接下来要怎么做，对吧？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开营收处方签，把这些诊断结果变成真正可以执行的行动方案。在开药方之前，我们要先搞懂一件事，就是到底什么才叫有效的诊断。很多人会迷信准确率，但其实在抓流失客户这件事上，我们更看重的是召回率，英文叫 recall。准确率是说，你诊断100个人，有几个是对的。但召回率问的是，在所有真正生病的人里面，你成功抓出了几个？你想想，宁愿我们多关心的几个其实很健康的客户，也绝对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准备要跑掉的大客户，对吧？这就是召回率的精髓。更棒的是，这个 AI 医生团队还会给我们一张 X 光片，也就是这张特征重要性图表。它会1510的告诉你，到底哪些症状是造成客户生病，也就是流失的主要原因。你看，像这张图就可能告诉我们，最近一次消费的时间影响最大，再来是客诉次数。有了这个，我们就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去治疗了。所以最后的处方签就可以开得非常精准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做分级治疗，那些被判定为高风险的 VIP 客户，就派最资深的王牌业务去1对1关怀。我们也可以做预防医学，比如说，如果发现运费太高是个普遍的问题，那就干脆调整整个公司的运费政策，从根本解决问题。甚至我们可以把整个流程自动化，每个月自动跑一次，让系统自己吐出最新的高风险名单，是不是超方便？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其实重点只有一个：当你用这套方法时，你做的早就不是在处理冷冰冰的 Excel 档案了，你是在建立一套活的、有生命的、数据驱动的客户健康管理系统。这是一个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出击的巨大转变。那说到这里，你不好奇吗？下一个能拯救你公司营收的黄金处方签，到底藏在哪一份数据里面呢？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好好想一想咯。